你给我撂下，别装蛋。昨天我和我老公就围绕着这个筷子的话题交心了，我决定跟他继续过。我妈前天不给我邮了一箱干货吗？都硬菜吗？硬菜底下还有俩大辣片儿。那我妈给我邮这东西啥用意呢？那作为小棉袄，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对不？你谁练瑜伽的时候吃大辣片啊？你这就是让我整点嘛。然后酒过三巡就是我老公就拿着筷子夹大辣片的时候问了我一个问题，哎呀妈，给我问的心都融化了。他就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就人类的祖先就人类祖先遍布世界各地，当他们面对就是眼前的食物的时候，就开始琢磨用什么工具把这个食物就入库就吃进去，对不？你说你们中国人的祖先研究出来的就是筷子，你说我们的祖先是咋寻思的呢？筷子有技术的门槛，跨过去就是效率的天堂；刀叉是优雅的伪装，套上去就是便捷的硬伤。我当时我就哎呀呵，你知道啊？那这唠咱可以就记住吧就。所以说其实你们后来也就是悔悟了这个事儿。所以为啥呢？就是为啥披萨饼汉堡包为啥西餐最热销？不用手中插鱼刀，直接上来用手掏，透过现象看本质，回头是岸是王道。我老公就是筷子狂魔，吃啥都用筷子，就是他吃牛排都得是先用刀切好完之后用筷子夹。但是咱说实话，咱不敢邀功就他对筷子的这份情怀呢，跟我没啥关系。昨天一唠明白了，人7岁的时候爱上的筷子，为啥呢？他当时上小学的时候，班上有个中国女孩，是属于中国的到加拿大的移民的孩子，他还记着呢。那小姑娘叫 Rachel Wang， 王瑞秋。王瑞秋呢，就是他们那个加拿大小学中午吃饭不都自己带饭吗？就家长做好了带着。王瑞秋的家长呢，就爱做比较嘎咕的，就是王瑞秋的中午饭就老是比方说是带脑袋的鱼了、鸡爪子了、猪尾巴了啥的，然后就总受到同学嘲笑，就白人小孩没见过，哎，你吃这什么东西？然后就笑话他。然后王瑞秋的就是自尊心有点受损，然后我老公就发现就是他中午老就是饭盒一扣不吃，然后我老公就闻味儿挺正啊，然后他就来心眼子了。就跟王瑞秋换，说我妈给我做这玩意儿，就是什么花生酱果酱三明治，或者夹一片火腿的三明治，但这不招人笑话呢，要不咱俩换呗，我吃你那个。然后他跟王瑞秋天天就换午餐，然后我老公从那以后就爱上中餐了，而且他吃成正宗的中餐以后呢，发现就是刀叉那玩意儿都根本就不能上手，就是必须得用筷子。完用惯筷子以后呢，发现吃啥都得用筷子。完后来我昨天我就问他，我说的呀，原来是把你初恋唠出来了，你是不是当时爱上他了？我老公说的没有，王瑞秋就是胡子有点重。就重到啥程度呢？就是基本得输，你一下子这得一脸幽梦的。我说你这个脑瓜你就差一步，当时你都懂得用那个破白面包去换鸡爪子，你这不就相当于空手套白狼吗？你要是再进一步，你租个小电动车，你把他的鸡爪换了以后，你再骑到附近高校，把这鸡爪子卖给中国留学生。哎妈，那咱家现在是啥经济条件？还去什么南丁格尔？咱家还去什么南丁格尔小学？就直接上私塾都不开别科，就玩算盘。但是在英国呢，就很多人就吃披萨饼、吃汉堡包，就包括吃中餐，都习惯用刀叉。你吃披萨饼、汉堡包也就那地了如果拿中餐配刀叉，就像扬鞭靠大虾，不是说谁不好使，你借不上劲都白瞎。哎呀，我老公和我女儿昨天顺利入住了厦门的隔离酒店，这个事儿圆满成功。我昨天还说呢，我说我这个段子的源泉呢，终于漂洋过海回来了。只要他隔离一出来，我的素材就出来了。结果人还没从隔离出来呢，素材都往出崩。就跟他一趟航班回来的呢，还有个外国人跟他重名。外国人吧，本来重名就多，再加上我老公这名起的也是波澜不惊的，相当于外国名中的王涛吧。但是跟他重名这个王涛呢，人是个狠人，人在大使馆工作，属于仕途王涛。好巧不巧，到了酒店办理入住的时候，人家工作人员就把他俩弄混了，把我老公当成了那个大使馆王涛，上来就非常客气的说：“您好，先生，大使馆那边已经来过电话了，欢迎您来到中国厦门。”你说但凡思维正常一点的人都能发现这个事儿有一定的异常，但是我老公因为极度亢奋，他产生了一定的幻觉。他的第一反应是，我回国这个事儿意义这么重大吗？就是大使馆都知道了。我以为我回来促进的是拿铁认爹，原来我促进的是双边关系。当时就跟人工作人员装上了你告诉大使馆我一切都好，感谢他们的问候，可以适当安排一顿饺子。然后呢，跟我老公重名的这个人，因为他是跟他媳妇儿孩子一起回来，所以他媳妇儿头一天就给酒店打过电话，说能不能他们一家三口住一起。工作人员不认错人了吗？上来就问我老公说：“好的，先生，那我们这边有收到一个诉求，就是有一位女士要和您同住一个房间，请问是这个情况吗？”我老公一听懵了，张女士啊？工作人员说：“不是，是刘女士啊。”我老公说：“谁的诉求啊？”大使馆的。对方说：“是您的爱人呢，昨天给我们打电话。”我老公说：“我的爱人那么爱我吗？他刚在酒店办理完入住进屋，我以为得多疲惫呢，但他极度兴奋，他太想念中国饺子了，就第一件事一定要点外卖点饺子。
我说那中国字你能看明白，我给你点吧。他说不用，我最近在用这个汉语教学软件，就我现在能识别很多汉字，我自己都搞定。等到晚上点的饺子终于到了，他最想念的就饺子，给他急坏了。8盒子刚加造一个，发现有点拔牙，还是我女儿先发现了问题。爸爸，厦门本地人吃饺子都是带椰蓉的吗？怎么掉白渣了？掉白渣了！我大胖媳妇给他和孩子点了2份生饺子，然后老公给我打电话老委屈了，为什么不告知消费者他送的是生饺子？为什么不标注？我说这种情况人家肯定标注了。他说没有，我说你看一下你的外卖，人家肯定标注，肯定写了。他当时把外卖截图给我看，你看他写的牛肉大葱，牛的是牛的呀。对呀，我也没想吃猪的呀。我说人写的是牛肉大葱，生的是生的呀。哎，你们见过夜店跳舞跳嗨的，但是你见过跳抛冰把牙给抛出来的舞者吗？今天我给你们暴露一下我另外一个一般时候不跟人说的身份吧。我不光是东北王储和石油公主，我还是夜店气氛小教母，50白头小傲骨呢。几年前哈，我去西班牙一个朋友他家玩去，然后有一天晚上俺几个心血来潮就跑夜店去了。到那之后就给我嗨坏了，因为就是他家住的地方就全都是西班牙人，就我就成了那个带着异域风情的花牡丹这么一个角吧，就是。完我这不就上状态了吗？就打通电臀小经络，燃起热情的小沙漠，连干3个莫吉托，缠脸舞池小糟粕嘛。完我对面是个老头，瞅那样70来岁吧，头发抹的全是油，裤腰带上大龙头，应该也是西班牙哪个牙该的街溜子的好大哥吧，应该是。完这老头就对着我跳，就跳的直急眼，给我也跳急眼了。完俩就跳，甩，突然之间我就发现我这嘴里的格局好像发生了变化，就我这右脸蛋子好像让我哪个牙缝给夹住了似的，然后我就用我的舌头就搁这怼，就这样式怼，我发现我这个牙确实缺了一大块，就我这电臀舞这劲儿使大了，给一个牙给崩下来了。完这老头一看我这表情，就以为我跟他宣战呢，寻思这家来个茬子跟我 battle 上了，就顶着我跳啊。完那天晚上从夜店回来，我发现我这里边就真崩没半拉牙。完后来我回英国了以后呢，就是就等着剩下那一半也掉呗，它就不掉，然后我这牙就越来越疼。后来我寻思，要不然就把这剩下这点余孽也给它拔了吧。完我就预约牙医嘛，给我约到了3个月以后的门诊，说我这不算急诊。我说啊，但我回来之后我就寻思，你说牙的事儿啥叫紧急呢？你看过哪颗牙长突然间抽了，完就嘎过去了。我当时住在雷丁，不在伦敦。完我就天天就小道消息打听有没有那种就私人牙科诊所能给我快点看这牙的，完有没有那种就少要点钱的，要不然太贵了。完家前院老头就老神秘了，告我 I know a guy， 就他知道个人，这个人呢就可以拔牙，但他的特点呢就是他性格挺毒，脾气比较暴，而且他只管拔牙，就拔完之后剩下这坑，你是养鱼啊，你是种瓜呀，你是藏点零花啊，他都不管。我就问我说这人叫啥呀？老头说叫 dentist butcher， 就是屠夫牙医。我说咋的？这医生姓屠夫啊？老头说的，他就是屠夫，拔牙是他兼职，就反正都力气活。后来这个屠夫牙医拔牙这个传说，我就没敢尝试，我怕他，你说这杀猪杀顺手的，万一给我拔牙的时候，我一害怕吭叽一声，他一不耐烦就给我叫开咋整？后来我回铁岭看牙的时候就拍了个牙片，发现坏的不光是就这颗牙，就里边我的智齿是躺着长的，结果智齿前边那颗牙因为长期被这个智齿怼，里边也已经被腐蚀空了，就跟四郎似的。表面看着龙马精神，实则已被叶澜依彻底掏空。但是那次回去就时间不够，我还没等治完呢就回来了。说现在我吃东西就酸的、甜的、硬的、黏的、烫嘴的、拔牙的，都得搁左边嚼，就导致我现在的脸其实已经有点偏了。就你们可能就是太爱我了，没看出来。我这大胖媳妇这些年就一直对她的牙特别上心，所以你看她就这么上食嘛，牙口给力。所以我今天想说的最重要一个事儿啥呢？就你即使嫌我磨叽不爱听我这叨叨叨，你也听啊。就是牙这个事儿你千万别等它疼了，或者像我这都已经崩开了，你再去琢磨咋整，那一般情况下就晚了。就尽量尽早预防。我现在能做的呢，就是尽量减缓我这个2颗坏牙被腐蚀的程度，就保持口腔清洁。要不然别哪天我录抖音的时候正唠我老婆婆呢，叭家又崩出一颗牙。我现在就